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纳米比亚沙漠仙女圈吞噬探险队，他们被困在时间循环里。2025年 ，NASA 泄露的一组卫星图像震惊全球。在纳米比亚沙漠深处，那个曾于2018年6月15日吞噬5名国际探险队的仙女圈旁，出现了一个直径25米的全新圆形凸地，边缘闪烁着诡异的蓝光脉冲。更恐怖的是，高清放大后，圈中央的沙地上赫然伸出几只扭曲的人类手臂，指尖朝天，仿佛在绝望中向外界求救。而最令人脊背发凉的是，这些手臂的姿势与7年前失踪的德国地质学家汉斯·穆勒博士在最后视频中下沉时的动作完全一模一样。科学家警告，这不是幻觉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某个多维实体正在通过沙漠虫洞招募人类。他们不是死了，而是被困在时间循环里。你还敢继续往下看吗？在纳米比亚广袤无垠的纳米布沙漠中，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，这里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，绵延超过800公里，沙丘如巨浪般起伏，气温白昼可达50摄氏度，夜晚骤降至零下，风沙吞噬一切痕迹。这片土地见证了无数秘密，却鲜有幸存者讲述它们。而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，莫过于2018年6月15日的幽影探险队失踪案。这一事件牵涉到5名国际冒险家，他们以探寻传说中的仙女圈神秘现象为名，深入沙漠腹地，却从此人间蒸发，只留下零星的无线电信号和诡异的沙地标记，仿佛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拖入虚空。纳米比亚政府最初试图封锁消息，但目击报告和泄露的卫星图像在国际媒体上流传开来，让人难辨真伪。故事要从领队人物说起。德国籍地质学家汉斯·穆勒博士早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，以研究非洲地质奇观闻名。他曾在2015年发表论文《纳米布沙漠的未知能量场》，推测仙女圈并非单纯的生态现象，而是古老的磁异常导致的时空扭曲点，吸引了美国冒险家艾米丽·哈里斯。他凭借2016年拍摄的亚马逊幽灵部落获艾美奖提名。此次他携摄影师团队加入，意图捕捉仙女圈的视觉证据。另外3人包括南非籍向导雅各布范，拥有30年沙漠生存经验，曾在2010年救助过一支迷路的旅游团。英国生物学家菲奥娜·格林专攻沙漠生态，曾在2017年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关于纳米布野马的文章。以及法国工程师皮埃尔·勒克莱尔负责技术设备，包括无人机和卫星通讯器。这支队伍于2018年6月10日从纳米比亚首都温德赫克出发，驱车前往斯瓦科普蒙德市。作为起点，他们在那里租借了2辆丰田陆地巡洋舰，装载了足够的补给，包括100升饮用水、GPS 设备和急救箱。雅各布作为本地人警告过他们，纳米布的禁区骷髅海岸附近常有雾气笼罩的沙丘吞噬旅人，但穆勒博士坚持认为那是探险的精髓。他们的行程计划是穿越峡谷，深入到盐沼地带，那里是仙女圈最密集的区域。卫星图像显示，直径达15米的圆形凸地散布如星辰。科学家们争论其成因，从白蚁活动到植物自组织，无一能完全解释。而民间传说称那是仙女在月圆之夜舞蹈留下的足迹，或是外星人着陆的标记。6月12日，他们抵达科尔曼斯科普鬼镇。这座废弃的钻石矿镇建于1908年，曾是德国殖民地的繁荣之地，但1920年代钻石枯竭后，居民纷纷离去。如今沙子吞没了半埋的房屋，窗户如空洞的眼眶凝视虚空。队伍在这里停留一夜，艾米利用摄像机记录了夕阳下鬼镇的诡异景象。他在日志中写道：风中仿佛有低语，像逝者的叹息。那天晚上，菲奥娜报告说看到远方沙丘上有闪烁的蓝光，但其他人归咎于疲劳、幻觉。次日6月13日，他们继续南下，进入纳米布瑙克卢夫国家公园的核心区。这里沙丘高达300米，名为大爹地沙丘。攀登过程中，皮埃尔部署了无人机，拍摄到下方无数仙女圈，如大地上的伤疤。他们在圈内采集土壤样本，穆勒用磁力仪检测到异常读数高达正常值的3倍。他兴奋地通过卫星电话向温德和克的联络人报告：我们找到了入口，但信号突然中断。事后分析显示，干扰源不明。6月14日，天气骤变，一场罕见的沙尘暴席卷而来，能见度不足10米，队伍被迫扎营在仙女圈边缘。雅各布讲述了本地赫雷罗部落的传说，称沙漠中有沙鬼。
他们是古代矿工的灵魂，引诱活人进入圈中不归还。夜幕降临时，艾米丽的摄像机捕捉到模糊的影子在沙丘上游荡，像人形却扭曲变形。他们试图用手电照射，但影子消散得更快。菲奥娜的生物传感器显示，空气中氧含量波动异常，仿佛有东西在呼吸它们。凌晨2点，皮埃尔的帐篷发出尖叫，他冲出来声称梦到被沙子活埋，身上布满细沙痕迹，却无风可言。转折发生在6月15日清晨，他们决定深入一个特别大的仙女圈，直径超过20米，中心有奇异的岩石凸起。穆勒认为那是古代陨石残骸，携带辐射能量。他们围圈而坐，启动了录音设备，试图捕捉沙漠低语，一种本地人描述的低频嗡鸣。突然，雅各布的罗盘指针疯狂旋转， GPS 信号丢失，卫星电话只传来静电噪音中夹杂的呢喃声，像多种语言混合，辨识出德语、帮助和英语迷失。队伍试图撤离，但沙尘再度袭来，这次更猛烈。艾米丽的最后视频显示，沙丘如活物般移动，吞噬他们的足迹。画面中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高大瘦长，手臂如触手伸展，然后信号中断。纳米比亚当局于6月16日接到穆勒的资助者德国柏林地质研究所的报警，派出搜救队，由队长伊万·纳姆比亚中尉领导，率领10人于6月17日抵达现场。他们发现废弃的车辆，补给散落一地，但无尸体或血迹，只有一个仙女圈内刻有奇怪符号的石头，像古老的岩画，描绘人影被拉入地下。搜救犬在圈边狂吠，却不肯进入。无人机拍摄显示，圈内沙子平滑如镜，无足迹。纳姆比亚报告说，空气中弥漫硫磺味，类似于火山气体，但纳米布无火山活动。国际媒体介入， BBC 于2018年7月1日播出专题《纳米布的失落灵魂》，采访了目击者，如当地牧民奥马鲁卡万戈。他声称6月14日晚看到天空中蓝光降临沙漠，向 UFO 着陆。阴谋论者如美国作家丹尼尔·布朗在其博客中推测这是外形绑架，与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类似。而科学界如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玛利亚·德克勒克辩称是沙漠热浪导致的集体幻觉加脱水死亡。但尸体何在？2019年1月10日，一支私人搜寻队由艾米丽的哥哥马克·哈里斯资助，雇佣了前特种兵团队，在相同坐标发现埋藏的设备，包括一部损坏的摄像机。修复后，视频显示队伍进入圈后，沙子如漩涡般旋转，他们尖叫着下沉，背景有低沉的笑声，像风却更人性化。马克在2020年2月15日的一次采访中泪流满面说，他们没死，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。更诡异的是，2021年6月15日，失踪3周年之际，温德和克的无线电爱好者捕捉到信号，频率与穆勒的卫星电话相同，内容是断续的德语：我们还在圈内，时间停止，沙鬼在等你。信号源追踪到纳米布深处，但搜救队抵达时只剩风沙。纳米比亚政府于2022年3月20日宣布案子结案，归类为意外失踪。但泄露的文件显示，内部调查提及引用了1533年葡萄牙船的类似命运。那艘船载满黄金和象牙，在风暴中消失。2008年4月1日，被矿工在沙漠中发现，完整无损，却无船员踪影。历史学家如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乔安娜·费尔南德斯指出，船上日志最后写道：沙海吞噬我们，如地狱之口，与探险队视频相似。民间调查持续。2023年7月12日，美国超自然研究者协会派员如调查员萨拉·约翰逊在鬼镇过夜，报告听到脚步声和低语。录音分析显示声音匹配艾米丽的纪录片旁白。萨拉在报告中写道，他们被困在时间循环中，每年6月15日重现。2024年10月5日，一名匿名驴友在社交媒体上传照片，显示仙女圈内的新脚印，匹配雅各布的靴子尺寸，但日期显示照片拍摄于2018年6月16日。设备时间未变，引发时间悖论猜测。量子物理学家如瑞士日内瓦的研究员保罗·罗西评论道，纳米布可能有虫洞，连接过去与现在。案子影响深远。纳米比亚旅游局于2025年1月1日禁止无人陪同进入核心区，但冒险者仍偷偷潜入，如法国背包客路易·杜邦于2025年5月10日失踪。最后信息是，我看到了他们在沙中挥手。如今纳米布沙漠依旧沉默，风沙抹平一切，
但每当月圆，仙女圈周边据说有蓝光闪烁，吸引好奇者步入。或许下一个失踪案已在酝酿。真相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触手可及却永不可捉，让人涌现疑云之中。在纳米比亚沙漠失踪案的谜团中，结论部分往往被视为终点，但对于那些深入挖掘的人来说，它不过是另一个入口，通往更深层的恐怖与未知。纳米比亚国家情报局的特工伊莎贝拉·穆通格，他在审查一份卫星图像时发现了异常。在南纬24度50分、东经15度5分的仙女圈密集区，一个新的圆形凸地突然出现，直径约25米，边缘闪烁着与2018年6月15日穆勒探险队失踪时相似的蓝光脉冲。这种蓝光如今被量子物理学家解读为能量泄漏，类似于虫洞开口的辐射签名。图像分析由美国 NASA 顾问罗伯特·詹金斯博士完成，得出的结论是非自然光源，类似于等离子体放电，但携带跨维度的量子纠缠信号，这与雅各布·范德梅韦在失踪前讲述的沙轨传说惊人吻合。那些沙轨如今被推测为外星寄生体，通过地磁场操控时间流。穆通哥立即联系了马克·哈里斯。马克回忆起2020年2月15日的采访中，他曾提到修复的摄像机视频显示沙子如漩涡吞噬队伍，而今新图像中圈内隐约可见人形轮廓，仿佛汉斯·穆勒和艾米丽·哈里斯的手臂从沙中伸出，祈求救援。但放大显示那些手臂扭曲成非欧几里得几何形状，如来自更高维度的投影，这引发了全球媒体的狂热。于是他采访了幸存的搜救队员伊万·纳穆比亚中尉，他如今退休于温德河克郊区。纳穆比亚颤抖着描述在一次私人探险，当时他受雇于基金会，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的团队，包括英国灵媒专家爱丽丝·布莱克。他声称能与失踪灵魂沟通。他们于1月3日抵达鬼镇，夜晚降临时，爱丽丝进入恍惚状态，口中喃喃出菲奥娜·格林的生物学术语，混合着尖叫。氧含量下降，他们在呼吸我们。与2018年6月14日菲奥娜的传感器读数一致，但如今他描述的他们被视为多维实体，吸取生命力以维持虫洞稳定。团队尝试录音，但设备故障，只捕捉到低频温米，像皮埃尔·勒克莱尔的卫星电话信号中断前的呢喃，却分析出其中嵌入的二进制码，解码为坐标指向平行宇宙的入口。次日1月4日，他们深入岩沼，GPS 坐标显示与穆勒队最后位置重合，类似于1533年传日志中描绘的地狱之口，如今被解读为外星几何密码，开启维度门的钥匙。纳穆比亚的搜救犬再次狂吠，拒绝前进，而爱丽丝突然倒地，醒来后声称看到幻象。穆勒队被困在时间炮中，每年6月15日重现失踪。沙鬼是古代赫雷罗部落的守护灵，但其实是外星 AI 植入的幻影。诅咒入侵者永世徘徊于多重现实叠加中。纳米布的地磁场扭曲时空允许过去与现在交织，甚至连接到反物质宇宙。马克决定资助新一轮探险，由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杰克·汤普森领导，团队包括德国超自然研究者克劳斯·施密特，他是汉斯·穆勒的旧识，曾在2015年共同发表论文。他们从斯瓦科普蒙德出发，携带先进设计热成像无人机和地磁探测器，3月7日抵达峡谷。克劳斯在日志中写道，空气中硫磺味浓重，如纳穆比亚所述，但硫磺中混杂量子泡沫波动。夜晚8日，热成像显示沙丘下有热源移动，向地下生物游荡，却扫描出非碳基生命信号。杰克命令部署陷阱，但凌晨3点，施密特失踪，只留下帐篷内的沙剂和录音笔。播放时传来穆勒的声音，入口开启了，加入我们。声音中嵌入的频谱显示来自未来时间线，团队惊慌撤退，但无人机捕捉到画面。一个巨大仙女圈扩张，吞噬周边沙丘，中心岩石凸起发光，类似于2018年6月15日艾米丽视频中的漩涡，但如今漩涡被视为黑洞模拟。马克于3月10日返回温德河克，向当局报告，但纳米比亚内政部长约翰·卡万戈否认一切，称是沙漠幻觉。一名当地赫雷罗长老纳穆卡图拉公开警告，仙女圈是祖先的牢笼，蓝光是钥匙，勿扰。但冒险者无视，如瑞士探险家安娜·穆勒进入纳米布，携带保罗·罗西推荐的量子传感器。6月5日，他的直播中断前喊道，我看到了他们所有人在圈内舞蹈，
随后当地团队在实验室模拟沙漠场景，结果实验室沙化，人员失踪，只剩低语录音，涌现想象的虚空循环中，真相如沙漠幻境，永不可辨。那么好了，故事呢，宇哥也就讲完了。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，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。